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周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赵怡翔，吴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被少将于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永之，大家好。好，你看到检方最近大动作，好，那包括传媒体上那个阵容超级华丽，好吧？那传了11个证人，还有媒体上直接讲说证人加起来身价是不是预兆或什么？不是，那个重点不是在身价多少，好不好？是他跟这些案子到底有什么关系？第一个，他跟金华城案有没有关系？第二个，他跟政治献金有什么样一个关系？第三个，所有相关查证的这些事情到底有没有涉及到一些违法？但是这也不是大家所关注的重点。这2天，其实所有人观察的一个重点，反而会摆在好，包括周刊在昨天出来的第一个朱亚虎跟包括李文忠之间是不是有那个感谢560的那段对话？记住，我昨天在节目里面讲，当媒体用上下引号的时候，一定有它特别的意义在。那包括一个叫橘子的身份，好不好？那橘子在这过程当中，他到底扮演什么样一些角色？他现在照媒体上你看，他现在在日本。事情发生从昨天媒体报轩轩攘攘到今天，那大家都在等橘子到底有什么样一些的回应。你好歹出来说话，没有媒体讲的这些事情，你就直接出来说子虚乌有或什么。但今天继续往下走，仁俊是爆料的这个媒体就是民进党口中的科幻文嘛，就这篇科幻文看起来更科幻了。如果这样来看，因为今天还甚或有讲说橘子是不是有带400万到日本去。然后他很知道柯文哲的一些东西，真的有这样一些说法。我一看到台北市议员洪建义直接讲说，橘子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哎，不是这些词到底哪里来的？他们怎么会知道？应该是说这个是这个媒体他撰写这个报道的记者，然后自己上了这个媒体自己的这个直播节目 ，OK， 然后就提到了就是说关于橘子的这一段啊，因为老实讲，《镜周刊》在金华城的这个侦办的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有很多的报道是每个礼拜大家都在关注说这个北检这个侦办的进度，为了这样民众党还甚至就讲说你们是不是就是根本是北检在泄密？第一个叫北检泄密，如果真北检泄密是，如果假就是科幻小说嘛然后北检也大动作的告诉大家讲说，我们真的找了大家来但是因为大家坚持不透露消息来源，所以北检最后做了一个结论，就是消息不是我们讲的因为反正他也没透露那就不是我们讲的但问题是从一开始，就是这个礼拜有太多的这个传言甚至范老师坐在这个位置，礼拜一的时候提出了四个对象那时候大家就觉得说，哇，那隔天是不是周刊就会报道说这个柯文哲口中的甜点因为这个柯文哲的口中的甜点，是因为他之前曾经在聚会的场合曾经讲过说什么他到大陆去怎样，那结果没有，现在变成水果那这个水果的这个绰号叫橘子那本人叫徐子瑜那我这里也有讲，就是说徐子瑜这个角色，其实老实讲，在以前谈论柯文哲身边的人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谈论过他。你现在在画面上面看到的我现在都用一个东西来形容他，虽然他是水果橘子他就像那个周星驰电影里面的折凳，你知道吗？藏匿于民宅之中，随手可得，但重点是他随时可以拿来当凶器，7大武器之首。但问题是你从来不会觉得他有什么杀伤力那他的状况就变成是这样，就柯文哲在各个场合里面，感觉上好像媒体现在一抓这个镜头，好像都有他的存在。那我必须讲就是说，一开始大家把它连结成说这个李文忠是大账房之外，柯文哲还有一个账房。其实多数人会觉得就是说，以他的外形对不起，我不是以貌取人就以他的外形跟他的这个情况，你真的很难认为说账房真的还每天跟在身边。通常不会嘛，账房通常要神神秘秘的躲在一个这个小房间里面，然后那个只有那个一个闸门，对，才能进出的。我们以前对政党的账房的概念其实来自于这样嘛，而且账房知道的可能比老板还要知道的多嘛，所以曾经有某党说什么账房出事之后，党内要去查那个党的那个财产有多少，说查不出来，为什么？因为账房没有全部说。那拉回到这个案子的本身我刚刚提到就是说，这个周刊的记者他基本上上了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其实披露出来是另外一个大家觉得更匪夷所思的。诚如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带着这个柯文哲的钱出去因为前面是先有一个报道说柯文哲说你要把钱保护好。
那保护好，我们一般认为说，他如果要去游学，可能是担心说这个海外治安不好嘛，你可能这个担忧所以你随身带的钱你自己保护啊。我觉得如果就这个点切是理解的，但是你会看到有一段时间大家去谈论说，那个钱如果是带着出去的叫做钱，带不出去的很有可能是什么虚拟货币，或者是呢那个 USB，甚至讲那个账号所以是不是要有一个贴身人的保管？所以他是不是随身带了一个 USB？结果到了昨天晚上的时候，整个因为这个记者自己出面来讲，那据传是说他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好像有跟这个当事人联系上。你说的当事人是橘子吗？是橘子。那到底有没有联系上？因为我就讲就是特别就像你讲的，我们记者在写稿的时候会加上下引号，表示我是有出处的，是原文，而且是原文。这个字所以你会看到有时候上下引号的时候，里面就的一大堆了但是因为现在他看起来他是讲就是说柯文哲确实有告诉他说，在出境的时候把钱这个保护好另外还有一个看起来是有一个对话就是说那个说你要出去带钱有可能吗？像日本，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出境国门的时候都有能够携带现金的这个限制嘛那结果现在呢，因为记者明确的讲，就是说他其实是帮柯文哲带钱出去。而且带的这个钱的金额现在兜起来大概是400万了，等于就是背着现金进出国，400万台币啦，看起来是这样400万台币怎么进出啊？你这问题，这主持人问的就来宾很少纠正主持人。那之前那个沈庆金也有所以他被抓了不是沈庆金是被抓了以后才说带个小钱，对啊，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我们的人生经验，你不会带个400万，400万台币虽然照最近大家看到钱来去那个样。400万台币，你告诉我，因为你过那个 X 光机也看得出来你不可能摆在身上吧？400万怎么摆身上？不是沈庆金是被抓到没错，对啊，沈庆金的司机没有被抓到沈庆金的司机他说我背着这个钱来回进出多少次，所以他跟他要水费嘛。那他的司机怎么逃过的？对啊，但是我还是没有办法理解，你告诉我400万。现场有没有人可以想象400万怎么出去不是他的意思，我今天有碰到另外一个记者，他的意思是说，橘子是日本通，他几乎对，就是常常进出。但是呢，因为我们是规定你有多少钱，你可以先登记，你可以申报嘛？对，申报我知道。申报，那如果你一趟申报上限是20万的话，我记得是20万了，我不晓得多少。那我一次就带足20万，然后呢，因为他常常去日本，所以可能他的400万是累计起来的。要去20趟OK 啊，他就是日本通啊，他就是像我们那个有朋友，每隔1-2礼拜就去一趟日本那种，他就在日本买个房子啊。那像这种就是照这样，我不知道啦，我听起来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说是分批分批我当然 OK 啊。然后呢，他都是有申报那个钱数，所以他就这样子现金带出去。没有，如果这样就正常嘛，因为我们是可以申报，然后有一定额度。如果你说没有一次告诉我400万，好，他讲说是不是分批？但敏凤，我可以插句话问，你刚刚讲说这个是你也是碰到同一个周刊的记者，不同同一个周刊同一个周刊的记者，不同人，在不同线路。这个是事发的，那个是真的是跑民众党的，那是跑民众党的，对，所以那橘子有跟他们联络吗？橘子要联络，应该是跟这个人联络。他有说橘子有跟他联络吗？我没有看到这，但是他也有转述一些橘子的讲法。那是因为我后来才看到这个东西，橘子有联络，所以他看起来也是一副很了解橘子的样子啊。所以大家猜测知橘派，对，知橘派，因为这个人本来就是跑民众党对，那橘子如果要联络的话，应该是比这个不会联络那个跑司法线的，对，应该是联络这个。因为刚才讲的是，因为一般媒体是这样，大家有各自跑线嘛 ，OK， 对。那写这一篇的是那个《镜周刊》里面一个跑司法线的一个记者朋友，然后跑司法线这个，刚才敏凤说的那个是跑政治，然后民众党的路线的一个记者朋友，但是两个，所以人就为什么你说民众党会觉得这是科幻文？你们怎么会知道他们讲话的所有那些内容？
不，我老实讲哈，我从来不会去批评民众党的幕僚说什么，因为我认为他们知道的可能不会比我们多。真的吗？不，因为现在看起来柯文哲在做很多的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分开，就是他其实也有亲疏远近嘛，什么人负责什么东西，他就在什么阶段里面你就了解这一些就好了。所以我相信，既然对民众党来讲说柯焕文是最合理的说法，为什么啊？不然他要怎么解释？他又不能不说话，因为民众党的这些党员们会计算他们的 KPI 嘛，就你们有没有帮党主席来说服啊？那我回来，不管他有没有申报，我必须讲啊，就是说他如果用申报的方式，我相信进入国门除非我是什么单帮客你进出的时候，我说我带了这一大笔钱我去买东西，你说人家海关不会去汇报你每次来都几十万、几十万这样子，然后你每次都有大笔的金钱进来，阿扁当年的那个钱。对不对？人家洗钱组织怎么弄？所以我想你听到这边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很荒谬，但你又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对啊，我刚刚就在想说，那会不会也跑出一个民众党版的这个海角七亿？也不知道。如果日本那边有这个几十万、几百万的进出，可是我就回来就说。橘子他400万真的太少了啦！如果你就金华的对，是啊，但问题是。谁知道总共金额有多少？我要去那边过一个生活，念个学，400万 OK 啊，对不对？所以这不晓得真的是怎么样。如果按照这，我完全理解了，就是敏凤那个质疑，我相信也是大家的质疑嘛那我就讲那如果政治现金是可以化整为零的，那其他的钱能不能化整为零？这个都是真实发生的嘛，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会大家觉得虽然觉得很离谱，但是好像都似曾相识，因为过去曾经有过这些那当然，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个叫做橘子的这个徐子瑜他如果真的有跟记者联系，也有表达他内心的那个想法那代表什么？他的钱带出去的应该不是自己的钱，应该不是自己的钱，他就回到了朱雅虎的那个状态，也就是朱雅虎他现在给了一笔钱，叫下面的几个人说你们给我分批捐出去。那如果橘子的这笔钱不是来自于橘子他自己本身所持有的时候，那是谁给他的？如果橘子这笔钱不是来自于橘子他自己本身所持有的时候，那是谁给他的？那这一个给他的这个人，你本身给钱的那个过程当中，你的金流怎么往回勾串？我认为这就是在讲金流的这件事情是比较重要的。这是第一个就是现在一个大转折，跑出了一个橘子另外一个就是在昨天的这个司法大约谈里面因为几个人老实讲他从商界到媒体界到一堆这样子连社会人士贤达都有他突然爆出了一个300万。昨天11个被约谈的对象里面唯一只有一个300万是被周刊就写出来这个地方人士拿了一个300万，而且直接交给橘子。然后呢，这个橘子的钱呢，他并没有私吞，为什么？他拿去呢给民众党在台玻大楼里面那个党中央要装潢的时候拿去付了。你听到这边的时候，第一个大家还记得吧？民众党当时被问到说有这个几笔的30万进去的时候，民众党当时怎么捍卫这笔钱？就合法的政治现金不然要怎样？对啊，不然你们国民党不要收民进党不要收大家都不要收我们就是合法300万合不合法？有没有申报？因为这个是当事人他自己有也是当事人了。陈英柱说他不是给政治现金，他是给装潢。他是给周王费啦，他是给周王费啦，我帮忙付装潢费的意思。然后陈英柱也不是亲自给橘子装，他还是有小弟小妹，有人帮忙给嘛？给橘子，然后和双编辑。有没有觉得又是跟刚刚的剧情又似曾相识？就大家又分嘛，那无所谓就地方人士的热心跟热情，我觉得我都没有意见因为老实讲，大家都有好朋友嘛那现在回来是民众党本身嘛你怎么定位这笔钱？民众党有本事跳出来我们就装潢费就给我们就装潢你讲不讲得出口？因为对于政党收这种钱的时候，能不能说他就是给我装潢费？应该没办法，当然不行啊，应该没办法。国民党可以这样说吗？应该不行吧？民进党对不对？应该不行吧？不是应该是蛮明确不行。对你不是应该不行，不要曝光就行了。我是学叶元之但应该是明确不行。所以你看，民众党今天没什么声音了。我
欧老这样，就这件事情，其实我很早就讲，就说民众党其实，在柯文哲的世界里面，他其实原先是被独立的。柯文哲第一个断点叫做政治竞选总部的政治现金，他推给李文忠。好，说我怎么都不知道啊！李文忠也说他不知道，这是他第一个的防火墙的断点。第二个防火墙的断点是木可公司。柯文哲的说法是他是民间公司，我没办法帮他说，所以他第二个断点在那。第三个断点是民众党跟柯文哲共同的断点，叫做什么？叫做那个众望基金会。好，众望跟这个所谓的新故乡。可是第四个没有办法断了。因为开始有这个所谓的被认为是有对价关系的钱进了民众党的党库，民众党当时还讲说，就是合法，不然要怎样？那现在呢？现在是你们已经把那钱给花了，而且这个捐献的地方人士为什么会明白的讲说就台波大楼啊，就台波大楼的装潢费啊？那有人跟他要吗？一般谁会知道我的钱用在哪？对。当然要啊，否则他怎么知道要装潢？那就是一定有人跟他说。那如果有人跟他说的时候，又成为对价？所以我认为昨天的那个大约谈因为有些人有被拍到，有些人因为记者在那里读，你知道我昨天在录影的时候，就开始有人传照片来，就要我们帮忙指认不是指认帮忙看一下，就是说这个验证人啊，还指认，还隔着那个单面的玻璃，然后看那个哪一个人是谁。不是因为记者有时候就会想说，我们可能认识的比较多，会不会知道谁？就后来记者就传过来说，那个我们没拍到几个那11个，所以看起来不是每个都进北检嘛那有分开。但我应该回来就是说，现在看起来检方确实在查的就是政治现金的那一块。好，就是你今天有大笔进出的这个，也就捐献给民众党的，到底这些钱它真正的目的是什么？那你今天讲说有一个用猜的方式说今天几笔这样子猜出去，会不会有其他的也有几笔猜出去？那最少在这件事情就政治现，我还是讲用法律上面来讲，就政治现金法上面来说，它应该是有被讨论的空间那现在来就是民众党面对到新的发展。今天我到底是连科幻小说都没有看到，反而他们变得相对的异常低调。你想现在看起来的话，我讲这所有的讯息第一个，因为这些讯息出来，你一定像刚刚讲的，你说它是科幻文，你说它是什么，你可以这样说因为它都没有办法去验证到现在。对，只是这些好，可是包括第一个，最起码橘子这个角色。北检有验证，因为北检是说他的角色到底是什么，那我们还在调查，大家不要妄自揣测。但证明一件事，北检确实有在查橘子，到底在中有什么角色，这是可以验证的。好，至于你讲说这些消息到底怎么来，因为那个跑司法线的记者今天自己在节目里面讲成这个样子那你们就去告他有没有跟那个北检之间有没有算所谓的叫泄密的问题。可是这整件事情一路发展到现在已经变成到橘子他到底在这里面扮演什么角色？因为这整件事情到目前看2大块嘛，一个金华城，对不对？这里面除了看来检方在图利这个地方有新政以外，但是有没有贪污有没有金流这些，这是一块。那另外一个就是政治现金的所有这些东西，现在如果这2大块现在看起来的话，你觉得现在北检已经做到什么程度？好，我先讲一下这个橘子这一块，如果你要破这个民众党的这个反击的话，你就要是非有名嘛，你就必须是非分明嘛，你必须要了解说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所以因为民众党就会觉得都是科幻小说但你科幻小说会混为一谈，会盖过的时候，确实有一些部分是法院认证的，但有一些部分确实是记者或媒体可能他报道或者揣测的所以一定要分开来所以我先讲确定的部分。橘子是谁？这个橘子其实他是很特别的人，因为第一个他是什么呢？他过去他是2018年媒体有报他是午夜当时没有工作嘛，对不对？但后来进入到柯文哲团队之后，快速变成核心的幕僚。为什么？一开始先做实习生嘛，后来呢，就是直接分到这个所谓的台北市不同的局处去做机要社会局，但机要社会局又把他拉进来做市长室的幕僚，所以跟柯文哲非常非常好。第三个呢，他过去就是非常贴近这个柯文哲，所以柯文哲出国的时候，包括他2次毕业旅行，去新加坡、去日本，都带着他去。市长室就带着他去。所以跟着柯文哲去了新加坡，去了2天，去了日本，去了4天等等。所以过去确实有跟柯文哲出访见。那最后一个就是有点半揣测了，但确实很多人证实了，就是说他是柯妈妈的眼线因为柯妈曾经被问过这一题，说听说是你推荐，他说不是我推荐等等。温家北这家北可以讲对，但柯妈妈也承认说他是远亲是柯妈认识的远亲。然后柯文哲自己在市议会殿堂上也承认他是远亲所以这个亲戚关系应该是有的啦，这是证实的。好，
那所以这个是这个橘子本身神秘的橘子。但是来到另外我们今天本案的事实根据，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第一个，他过去确实有经验，他1个月在市府薪水4万多块，47000块或民众党薪水稍微少一点。结果他后来柯文哲出来选举的时候，他回捐了多少钱？捐了36万。我说这是事实嘛，因为这个是监察院的这个资料都可以看得见嘛。所以他回捐的数量简直是他8、9个月的薪水全部都回捐给民众党，甚至于是比他在民众党领的钱还要高。所以跟柯文哲这个金流关系，大家就有一点匪夷所思了。好，第二个，他确实了解到很多柯文哲的行程，跟了解到他的互动关系。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位好朋友叫左冠廷，对左冠廷曾经跟柯文哲打官司，因为柯文哲不开心之后，左冠廷去讲说柯文哲去干涉这个新竹市高虹安的人事，后来还吵架就柯文哲气呼呼去提告，就提告刚好不巧的谁去作证，就是橘子去作证。那橘子的说辞超有趣，我跟大家分享橘子是这样说，他说不会，柯文哲什么事情都跟我说，他跟人家吵架也会跟我说。那一天他跟高虹安见完面，没有跟我说他跟高虹安吵架，所以因此这件事情没有发生。大家会觉得超离奇的，这逻辑上对吗？当然不对嘛。你知道这个在法律上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传橘子作证，因为这一定是柯文哲阵营传。对，就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要传橘子，在法律上这叫传闻证据，你知道吗？就是那天吵架，你有没有在场？没有啊。高虹安跟柯文哲，你有没有在场？如果你在场，你是有意义的证人。你没有在场，是柯文哲回去跟你说，在法律上这一点意义都没有。每个人回去，就算有跟人家讲，都会讲对自己有利的事。对，你会把对自己不利的那一块都把它隐掉。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去传橘子这一块。那他们打这个官司一定没有问过珊珊。我相信黄珊珊会觉得说，你叫他去干什么呢？他去，然后人家就要跟他，你有没有在场？你没有在场，好，没事了。就没事了，就结束了，因为其他都揣测嘛，是吗？对啊，橘子，但是他讲的信誓旦旦，他就说柯文哲没跟我说就没事了，所以就是说他跟柯文哲的关系确实很特别。你这个400万从哪里来？第二，而且你是保管什么？因为柯文哲说你去保管东西嘛，那你去保管的钱是你的钱，他的钱，你的就学基金还是他的冷链，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保管什么，这是一个问号。来，第二个大问题是这样子，你过去参与跟柯文哲跟不同社会人士的接触，包括过去就有提到说他跟水浒去争，说谁去陪柯文哲跑行程等等。好，那你看到柯文哲跟这些所谓金主的互动，到底有没有金钱的交换？金流的交换？这就是第二大问题要回答了嘛。检方我相信要自己去厘清嘛。而第三个，我觉得关键这里啦，你去日本干嘛？你是去读书吗？那你去读书也太巧了吧！正好你27号出国，柯文哲30号被收，本来陈佩琪家小孩也是30号出国，29号已经去桃园机场，怎么正好大家不约而同，都是27到29号之间，大家都要前往机场，都要出国，所以你去日本到底是要做什么事情啊？纯粹是读书，还是有特殊你刚刚讲这段，我觉得事情从昨天媒体报道到现在，其实不管是民众党或橘子要破。媒体所讲的这些，第一个他没有潜逃嘛，第二个就是他真的是因为媒体上报道看起来他是说他去读书，一般人读书大概不太会是我明天想去读书，我今天买了机票就去读书，对，因为你要有入学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的地方或什么，就是你把个人资料该隐匿的你可以把它码掉没关系。但你就传一个东西让要帮柯文哲讲话的人拿出来，就讲说，人家本来就申请啦，不是赵一翔你讲的这么巧，为什么27号他很早以前就申请他机票？因为你机票有很多，如果你本来就预定那天要出国，你一定也是在那前面就已经准备好，包括买机票买的时间或什么，你就把这份资料传回来，就告诉你子虚乌有，我本来就准备好这个样，你们大家在吵什么？可是到现在，最起码到现在为止，橘子自己本身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听到。我们没有直接听到他有发声明啦，或者什么什么这些。其实橘子只要做2件事情，就会我觉得稍微证明他的清白。就比较第一个是，你就找几个月之前学校发给你的入学通知嘛，对不对？第一个就不是说你现在去申请哦，对，立刻去申请什么原校，不是哦，是几个月前就已经证明了。第二个，大家知道8月底是这个旅游旺季，这机票很贵嘛，所以理论上你不会是前几天买的嘛，如果你是真的要去读书，你前几个月可能就会买好了，你把这些证据拿出来，大家会觉得会降低对你的一些防备或起疑。
把这些证据拿出来，大家会觉得会降低对你的一些防备或起疑哦。但重点其实是这样了，我觉得没有人能代替橘子本人呐，是他本人的说才对。如果是法庭的话，当然大家是追求的是他本人出现，本人为自己去辩护。但目前为止，我说了，这已经是超越他个人了。他要回答的问题，包括他跟柯文哲的关系，包括金流，包括我们看到金主，包括我们看到金流，包括你去日本干嘛？所以我还是呼吁了，橘子勇于面对这个司法的相关的一些提问然后回来台湾去接受这些问答，我觉得会有助于厘清你的角色是什么。现在看起来的话，检方一路在侦办的过程，刚讲到，包括金华城案，包括政治现金，包括前面刚讲到木可所有的金流，是不是一次全部查？那已经查到像这样的一个地步，离柯文哲主席如果一次羁押2个月来算的话，那个时间第一次羁押的时间。已经不到1个月左右的时间，检方到底如果到最后那个期限的时候，能够拿出什么样一些成绩，能够告诉全国所有的民众，你要压他是有道理的，生活你要起诉他哪一块是有道理的。但现在看起来，橘子这个角色出来以后，将军，如果照刚才大家所讲的内容，包括媒体所讲的，因为第一个，陈英柱的这一段那个300万的那一块，对，媒体上面讲，陈英柱到案协助调查，说请员工拿现金给橘子，也就橘子。橘子是何许人？就我为什么要拿300万给你？如果这个报道是真的，他真的有拿300万去，现在看起来大家好像就觉得这个科幻文好像是有那个300万的左右，为什么有人要拿300万给橘子？他大概不是跟橘子的私交吧？不可能，不可能。那这个角色一路往下，但是再怎么样，你可以相信，包括小草还是会跟你讲说，就算橘子陈英柱有给橘子300万。那又怎么样？那能证明柯 P 到底怎么样吗？你们到底要证明什么？对，所以我讲柯文哲通常帮他处理财务的，目前看来有2个重要的人物，一个是李文忠，对，李文忠处理的是包含了木可啊、政治现金啊，或者是基金会啊，或者是智库这一些所谓的台面上，所以李文忠他很负责任的讲，台面下的我都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因为原来台面下有，他是很负责的说他都不知道，他都不知道，都不知道。那可他说他每一个都有审慎的盖章，对，所以就是说审慎盖章的我知道，没有盖章的我不知道，那不是废话。对，现在原来知道李文忠讲的不是废话，因为台面下有一个橘子在处理，他真的不知道，因为李文忠怎么算就算家臣啊，橘子是远亲叫家人，那家人可以帮柯文哲做很多事，可是你讲说家人，柯文哲本来就有家人啊，为什么会找橘子呢？因为真正的家人太近。如果今天陈银柱这个装潢费是交给陈佩琪，那不完了。那想想看，柯文哲说不要交给我，那个钱的事情交给佩琪。那陈佩琪就梳妆打扮，就到那陈董，我柯文哲叫我来拿钱。如果是陈佩琪拿了，今天还有讨论的吗？不用讨论了。不用讨论了，就是因为我们想得到，柯文哲也想得到，不能叫佩琪去拿，那叫儿子去拿多好。叫柯文哲的儿子或女儿去拿，那不一样。家人去拿，那赖不掉嘛，就是你家拿的。可是橘子呢？橘子去拿，我说句实话，如果被抓到了，你说他就是颗橘子，对不对？对，如果被抓到，他就颗橘子嘛。你这陈董要给橘子，干我什么事？那但是呢，如果没有被抓到，我信任。因为是家人，远亲，非常远，远到你要把他的关系讲完是。柯妈的姐妹的谁嫁过去生的孙子哇，那个关系如果用来考那个新住民可能全部都不及格了。千万不要这样说。对，就算考现场或是所有大家呢，大概及格的也不多。对，所以我说连我们都不知道，新住民更不会知道，这关系实在太远哈。那这个状况呢？但是我相信你，因为你是家人，你不会出卖我，而且看来橘子对柯文哲的崇拜。不仅于滔滔江水，那是从眼神上就看到你对我是始终的，就是柯文哲交代还有什么不废话，去拿300万是，那如果换成李文忠呢？如果换成其他的人呢？换成黄国昌呢？黄国昌不会拿了哈，他一换成别人去，一定问，主席这什么钱啊？主席这个钱安不安全啊？如果换蔡壁如，这个主席这个钱不能拿，可能还把柯文哲教训一顿了。你有没有搞错？你变了。我跟你在台大医院说你不是这样，这个钱不能拿。柯文哲心想，我找这人干什么？可找橘子去呢？不会问，去拿钱然后来了等一下会有一个小女生是橘子来跟你拿钱。那陈英柱也不会自己给啊，大老板，我拿300万拿回去给柯主席，不可能嘛，也是手下的人拿，所以他的手下
交给柯文哲的手下是橘子，那橘子拿了钱又怎么样？不会怎么样啊，可以狡辩啊，因为他不是跟柯文哲没有什么亲密的关系嘛，所以说这才厉害。那但是呢，因为是扯到了这个所谓的这叫什么千赌大亨、博弈大亨，博弈大亨，牵扯到了博弈大亨，就牵扯到了2013年，黄国昌曾经写过这么一篇，这一篇我们的记忆都很深刻哦。当时我们认为哇，黄国昌这个人真是带种，真是有正义感。他写什么？黑金不死，只是变脸。哎，这句话写的真贴切，真贴切哦。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为什么在2013年黄国昌大家对他的印象这么好，还有很多海外的我们这些台侨对他崇拜的不得了，就是因为他写了很多类似像这样子，让大家不得不崇拜。他说黑金政治诚实是社会的公敌，告诉你还拍成电影，它的名字就叫黑金啊。对于黑道金牛透过暴力吸金重利、围标炒股、犯罪非法的手段获取暴利，一手借由金钱影响政治权力，甚至参选漂白。由于不仅对民主政治、法治、公平正义等造成严重的威胁，甚至对于政治腐化、国家沉沦，因此一度为台湾人民所痛恨。在那个时期，虽然黑金横行，不过多少人的是非标准还是清楚的，高举的反黑金的大旗。那最后呢，象征的这些进步吗？还是代表的清晰吗？也迅速的赢得了国民的认同，赢得了政治。他这个角色是什么？郑太极跟陈定南的反差。郑太极是说过了浊水溪以后，那这个动刀不犯法。那陈定南是青天，陈青天。所以这两个人的是非常强烈的对比。他就用这个方式说，其实台湾不要再有黑金了。但其实后面还没有揭露，后面讲的才严重嘞。他说什么？有些绿营的人说什么？说这个千赌大亨，这个博弈大亨是个好人。甚至他说，哎，马英九好像地下跟这个主头会过面，还讲过说什么国民党的重要政治人物说这个人啊，其实是个更生人，是个好人。所以当时黄国昌对这些人蓝绿是不耻的。他说蓝绿我对你们都不耻。可是现在呢，黄国昌如果今天这位大亨承认了给贵党整修台玻大楼的经费300万，要不要出来咆哮一下？按照2013的黄国昌，一定叫破了喉咙，一定踹翻了桌子，一定骂到屋顶都掀起来了，就说可恶，什么蓝绿都是这个垃圾，我看起来白的也是垃圾，你应该这样讲啊。可到现在为止，黄国昌说什么了吗？他讲什么了吗？难道真的是黑金不死，只是变脸？这个变脸的意思是什么？他已经变成政治合法的一环了。难道连黄国昌都妥协了吗？那这不仅让人家觉得权力真可怕。权力如果当你获得的时候，你以前的道德、你以前的底线全部可以放掉。元之，你觉得为什么检方在查的时候这几天动作会大到？我刚刚讲，你看昨天那个11个证人的那个，真可以这样豪华阵容，那会变成这个样。然后包括查，可是因为大家明明都觉得，你北检不是应该用权力要去查的是金华城这个案子到底有没有涉及到那个行贿，然后有没有行贿的证据就金流嘛？但你现在查的好像是政治现金那一块，有2个解读。一个是行有余力，我这边已经巩固的差不多了，我要查那个。另外一个说法是，这边就查到鸡鸡了，好吧？就是没办法，那我就只有再去开花试试看。你觉得是哪一块？我觉得后者啦。我觉得可能是金华城那边大概已经查到差不多了，也没有什么直接证据，但是要去堆叠柯文哲很坏的形象，所以政治现金那边查一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顺便看一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案子。比如说某一个人捐给他，那个人有没有什么案子是柯文哲帮忙的？这2个有没有对价关系啊？就可以看看柯文哲有没有其他的受贿案子。因为已经搞很大了嘛，要大就要让你们知道柯文哲到底有多坏。我是觉得比较倾向在这样。但是我觉得他们检方这样做，我觉得昨天约谈那么多的证人，那些看起来都是有捐柯文哲政治现金这些人，我觉得真的会害民众党未来就是要募款很困难。因为这些人会去捐钱给柯文哲，其实都不想要搞那么大嘛。当然，有的人捐给民众党，他用员工的身份去捐，他为什么不用他企业身份去捐？因为他认为说我的员工是谁，没人知道啊，他就是一个一般人啊，一个个人啊，你再怎么看破喉咙啊，不是看破眼镜，你也看不出来他是谁啊。啊，就昨天的约谈那么多人，那人家不都知道说，原来这些人是有捐给柯文哲或民众党，那些人就想说，
我想说那时候捐给你就是以为没事才找人家捐给你，我没有想到捐给你还要上法院。这个要补一下啊，因为昨天其实有个传闻，就是说为什么会找这么多人同步的一起找出去，还是跟那个 USB 有关，是被记在里面。所以包含到说那个300万，据说是这个记在 USB 吗？也是记在 USB 里面。所以才会有人讲，就是说谁会去这样子把它记下来？所以当事人可能自己都不知道。就像刚刚敏凤讲说啊，我就是装潢费啊，我又不是把它当政治现金再给你，谁知道被你记到账上面去的时候，反而变成是你是不是私下收了这笔钱？对啊，所以嘉义啊有一个小商人啊，这个是个网红啦，他长期很研究嘉义的政治。他今天就有一个解读啊，他说陈董事长就是昨天也有被约谈那个博弈大亨，这个嘉义大善人陈银柱。然后他说陈银柱蓝绿都有朋友啊，有需要帮忙都会尽量帮忙。那这一次民众党政治现金很多老板捐都不希望曝光，原因很简单，给你钱没关系，但是如果曝光了，那万一其他党呢，民众党之外其他党跟这些老板要没给，或者是说给柯文哲比较多，给人比较少，那这些老板不是脸上挂不住，有时候还会得罪其他的人嘛，所以这些老板都很不希望曝光啦。那我觉得这些老板不是只不希望曝光而已，他们也不希望上法院啊。对啊。然后有一些就在野党的人，他也不想被执政党知道啊。好啦，那现在全部都知道了，那以后大家会不会想说，那我要捐给民众党的时候要想一下，会不会面临到昨天那些证人去上法院那个状况，一举天下知。那以后大家会不会想说，那我要捐给民众党的时候要想一下，会不会面临到昨天那些证人去上法院那个状况，一举天下知。所以确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民众党的政治现金是有伤的，会造成寒蝉效应。那这个小商人讲这个陈银柱昨天其实蛮多人大家都蛮熟悉的，就是这个陈银柱，其实他是一个传奇故事。我之前有看那个蔡阿嘎有拍了一个，蔡阿嘎是个网红嘛，拍了一个影片，那个影片的主题叫做嘉义人才知道的10件事啊，大家以为说是什么巷子内啊，什么鸡肉饭不这些事情没有，其中有一题就跟陈银柱有关。他说啊，如果你在路上啊有看到那种宾士车，它的车牌是1122的，哇，那你罩子要放亮一点。但他是没有讲说罩子放亮什么意思啊？我在想说可能没事不要乱按喇叭啊，或者是要闪远一点之类。他罩子放亮一点，那个就是陈银柱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陈银柱他本身他非常喜欢1122这个数字，所以他买了很多名贵的车牌，他都用1122。但是也有网友帮陈银柱讲话啦，他说：“不要吓人，好不好？陈银柱最近都在行善，他不会计较那些什么。”难怪你刚才一开始介绍的时候，用嘉义大善人因为他的财力是非常雄厚。那陈银柱被大家比较知道，是因为他2021年的时候有涉入到一个经营线上赌博平台的案子。那个案子后来他是被缓起诉啦。可是他创下就是有史以来缓起诉的代价最高的。为什么？因为检方要求他缴8亿5千块，8亿5千万，他马上就汇进去8亿5千万。然后他的2个共犯呢，1亿5千万，总共10亿，马上交给检方，10亿，二话不说。然后他被认为有犯罪所得2亿，也都缴回去。他这个大善人没有在乎这些的，他平常呢都会请客，然后请嘉义人吃饭，一年都捐出3000万。所以现在都走一个比较行善的路线，然后有贫困的人呢找他帮忙，他都帮忙；他的朋友呢要创业找他投资，他都投资，亏本也没有关系。因为他抱着这个交朋友的心态。对，所以才怎么赶紧来帮他打广告？所以名字会，你要不要下面打那个0800年号码，怎么联络？只是之前比较喜欢经营境外的游戏，但是现在已经开始行善了，所以这个他是一个算是昨天是一个传奇人。可是我这样讲的话，明凤，你有没有觉得最近很多一些讯息，就连刚才讲到这些有没有什么300万，有没有或这些证人啊，这些都是从那个 USB 出来，就谁会把那个东西记在？我记得上一次我们讨论这个时候也讨论到说，谁会把这些东西要记在 USB？ 好，如果真的照媒体讲，是不是从这个 USB 出来？显然柯文哲那个 USB 里面记了非常多的一些东西。可是刚刚讲，如果本来大家都只知道李文忠，可是现在看起来橘子，刚才将军讲的说嘉诚跟家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对柯文哲来讲的话，在用人哲学上面，那个是50年的老同学，蔡壁如
30年，然后一起在打拼的伙伴，那橘子才多久啊？为什么可以这样？可是他是亲戚啊，而且用人为亲嘛，从小看他从小橘子到大，难怪以前自古就有那个外戚，这是很不会啊。重要的一环。然后而且他是杜聪明的后代啊。那杜聪明，你就用学业来讲，听说他的这个所谓的父辈方面也有很多的医生，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有一种所谓的这种大家都是一群人的一种感觉啊，所以他才会重用。但是呢，昨天检方的动作就是所有的大老板通通叫过来，那我分不清楚你到底是 USB 的人还是这个政治现金的人，那或者是有重叠的人，那 USB 才是重要的内账，就是说。我是私底下可能不是经过这些人再怎么样，也是这个所谓的政治现金法，最多是政治现金法嘛，罚钱嘛，对，罚钱而已啊。那你这个私底下的那批所谓的内账，那才是重要的。那今天公布出来的，通通是所谓的政治现金的那个部分。好，那我也跟那个黄什么的讲过，我说我也问过他，你们这样子好混哦？他说对。他就是混在一起，然后呢，这个而且他说今天出来的，通通只有政治现金上面有的才有出来。那所谓的1055的这个什么小省这个1500的那一排的东西呢，都还没有出来，都还没有出来。所以说，但是问题是你也有一些混乱，因为你没有出来是一回事，但是跟金华城有关系的。王丽颖肯定没关系吧？王丽颖跟金华城有什么关系？这些都请回啊。对啊，所以张高翔跟金华城有什么关系？跟金华城有关系的，除了这个朱家虎他承认他收贿之外，210万送贿之外。那再来就是沈庆金的那个155那一排人的沈庆金的部分嘛，那一排人我知道还有其他是属于沈庆金集团的人，那所以说这个东西才是重要的，但是检方并没有透露，检方就丢一些东西，这个是声势有吓人呐，好，这声势非常的吓人，连王丽颖大家都传王丽颖啊。王丽颖是跟小沈做了什么东西？她是不是连带爱里面一个什么东西的？所以说大家就觉得，张高翔不是一天到晚的第4台，不是一天到晚在骂柯 P 吗？是怎么样传？这些陈志涵也有回应这个回应张高翔的部分啊。他说：“你看你就是骂柯 P 骂多，所以才会被传。他的解读跟大家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说，民众党的六法全书跟我们的六法全书是不一样的，所以才会传橘子去做这个证人嘛。所以说今天的橘子，我觉得橘子的身份呢，到底是怎么样？它可能只是一个辅助性的证据。”就是说我可以证明你曾经去过投注引援，或者说你见过什么样的人，那这个你可以做一个佐证。然后呢，所以说，但是你是不是可以成为所谓的直接收贿的证据？我觉得没有到这种程度吧。大家都看过政治人物旁边的那一种人，譬如说陈振慧，大家就昨天就举了陈振慧，或是那个他变成陈振慧，对，或者是马英九旁边有一个很少姓的那个人，大家很少，都是很低调，但是那个人都是扮演这样的角色，他都是跟老板很好，而且都是很忠心耿耿的人。所以说，今天橘子说他有为难，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做人性的一个很理所当然的。我跟一个老板跟那么久了。好，那我可能知道他很多的行程。那我回来作证之后，我要不要说实话？我说实话，我可能我对我的老板不利，或者说对我自己甚至也都不利。可是我不回来，可能大家就追着我，因为这个名字是故意被放出来的，眼看就是检方看出来的嘛。那检方还故意说啊，我根本跟他有联络，你不要又给他弄成邵秀佩一样，什么逃亡或者他没有逃亡，他有跟我们联络。所以我觉得检方的目的也是希望他回国，说明清楚嘛。那他回不回国说明清楚，这个他自己心里当然会想啊，就是说我回来之后我要讲些什么，我对自己。对老板除了有利不利之外，一个考量，我对我自己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可是问题是最严重的是，如果你不回来，你就会被可能对你转被告就会被通缉。对啊，那如果你证人的话，现在还是没有司法力去，我们现在证人
拒绝作证的话拘提吧，你不能到日本去拘提。对，但是你不能到日本去拘提啊，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卡在这里嘛。所以这个问题就我觉得检方现在是所以说你检方的，你说你去声押那块土地，大家都觉得说啊，你好像证据力十足，法院也认定了。可是你现在放了这么多的烟雾，我觉得到底是有关于金华城实质对价的部分在哪里，大家又糊涂了。然后橘子回不回来也有一个关系啊，就是说我证人还是没有叫齐，我还可以继续压你柯文哲嘛。加上你柯文哲一直都不应讯的话，那我就一直延压，我就也不用再有这个所谓2个月要不要压你的时候，我要提出什么样的证据出来才能够压你，压社会舆论说你可以延压。所以我觉得这2个因素可以促使柯文哲在里面再待2个月啦。可是后知橘子对金华城的金流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影响？媒体上面报道说，包括柯文哲去桃竹影园盛获跟一些中继代表的那个宴席上面，橘子都在。尤其像桃竹影园，他大概不会是随便要出门的时候，今天谁有空？来，那明凤丽柳一起去一下或者什么，大概很难吧？那在这个场合里面，那从这里面来看的话，可是最重要一点就是，要不橘子就能出来讲柯文哲什么都没做，可是他如果出来，万一他的证词对柯文哲不利，会不会就变成最杀伤的一个证据？我解释一下，我听到的啦，就是说，第一个目前看起来检调就是说 USB 里面有什么都查了，就是说没有一枪毙命的证据，所以我就全部敲出来嘛，看看有没有哪个会中嘛，那橘子他是柯妈妈表姐的外甥女，反正很远的6、7个亲，所以1表3千里，所以他跟柯文哲的熟，并不是因为亲戚关系好，因为他毕业之后第一份他工作就是去帮柯文哲做实习生，好，选举的时候做实习生，那时候他在实习生里面。因为他大柯粉，然后家境也不错，所以他那时候在实习生里面叫他班长嘛，好，那所以他在实习生里面很熟，然后熟了之后，他转正第一个工作是在市长室，不是在市府的社会局，就周瑜修的办公室，好做机要，然后后来才转到市长办公室去。那他到市长办公室之后呢，他一直做了一个角色叫随行，好。叫随行就是随行秘书，中间民众党成立之后，他转到党部去，然后又转回来。那随行这种东西，大家知道说是一个位不高权重的，好，因为你最 close 嘛，所以为什么他桃竹影园也会去他什么？就像宋楚瑜旁边有一个随行啊，那个人也是位高权，因为位不高权很重，因为就是你是最 close 那一个人嘛，好，中间有讲到说他跟什么随扈跟随行又不一样，好，因为随行真的是。因为你要贴身的，你要去参与很多事情。随扈我是跟到就好，有些东西我会看到，但是随行你是会听到，所以会知道。所以包括议员刚刚讲，随行搞不好还要记一些东西。所以包括议员刚刚讲那些证词，为什么他跟卓冠廷的证词会讲说柯文哲什么都会跟我讲，就是因为他是随行嘛，所以他很多事情他的确他都会知道。那他本身呢，因为他还有一个背景是他是会计专业。他是会计专业，然后他们家的工作样态呢，又现金流比较多，所以就有传说，就是说李文忠处理的就是有账的，就是有公开的账要怎么做的。那有些不用过账的，就可能是他处理。李文忠处理的就是有账的，就是有公开的账要怎么做的。那有些不用过账的，就可能是他处理。所以为什么会讲去陈银柱？陈银柱的捐款你政治性查到才有鬼，对不对？那是 USB 里面有类似的东西才会把陈银柱约来。那问题是说他到底处理到什么部分？因为我们现在只知道说，他可能有处理到就是那些不用账的钱，因为他所有柯文哲要去的场合，他都必须要知道，然后他们家里的特性呢，他的背景又可以去处理这些东西，但是他到底处理到多少？金华城东西他有没有处理到？目前没有证据。可是检调在处理他这个案子的时候，就很尴尬，因为他是跟应小薇要跑的那天出去的，应小薇要跑被拦下来的那天出去的。好，那你检调如果知道这个人这么重要，你会放他出去？
那如果检调它不重要，你现在讲什么？所以当碰到这案子之后，检调讲说，他所有东西都在调查厘清。讲这段，我昨天还有问节目来宾，就是讲，如果现在橘子这么重要，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已经讲了大概1-2个月了？为什么都没有人在这里面讲过橘子？就像你说，因为应小薇是到桃园发现他被禁管，然后就转到台中。我们就讲说，拜托好不好？中华民国没有这么落伍，你怎么可能告诉我你桃园被禁管，然后台中放你出去？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跟你讲，就有人大概要杀头了，就怎么可能会有这样一些状况？可是显然他没有被禁管嘛，所以他可以出去啊，或者什么的。所以我昨天也问来宾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橘子如果现在看起来这么重要，为什么这1个多月都没有人在聊过橘子？所以检调到现在也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啊。如果承认，基本上他们当时会很无能嘛。你怎么这个人连这个都没有用，就直接放出去了？那你否认他也的确知道很多事情啊。但是我等于说，就是说，我们现在只知道说他跟一部分的账有关系，但是即便他回来，他因为你也不见得就能够在金华城的案子上面咬死他。但我认为他是不会回来，因为他的确知道太多事情啊。现在看起来的话，整件事情刚刚讲一个政治现金，包括金华城，当然你有讲说包括木可这些所有的金流。可是如果讲如果真的有涉及到任何罪名的问题的话，一向一定是金华城的罪名最重吧？如果有涉及到罪名的问题，那对啊，民调上面金华城最重。那影响这段话就是我刚刚讲有上下引号嘛？对，那媒体人都知道上下引号，刚刚任俊也讲上下引号的意思。小沈很小气，7个人210，好了，感谢560。然后李文忠还回一个谢谢将军 ，OK，这一段有人说他被视为什么，包括契约到受贿，虽然他是用政治现金之名，可是真的是政治现金吗？还是有其他一些的作用？可是单从这个的话，你觉得对检方来讲的话，这部分能够突破什么？我也先说一个基本概念哈，不是因为政治现金4个字就无罪了，就是说。政治现金也是一笔钱，那这一笔钱只要涉及到对价关系，这才是问题所在。所以，即便你说我是做政治捐款啊，你在选举，我支持你理念同样嘛，对不对？理念我支持你的立场，我要给你钱去挺你，但对不起。你只要跟他有对价关系，一样有问题。为什么？谁会最清楚？就是徐永明嘛。徐永明最近来发了一个声明。对，我不知道他是突然想到什么钱也没拿到，也没有拿钱，也没有什么。他委屈很久了，好不好？那我说为什么说徐永明？徐永明当时是时代力量主席，那时代力量主席他也是立委。就立委的时候，他就有一番对话，他说什么呢？就是说，好，那你那个我帮你办公听会但是你政治现金过来政治现金最后也没过来但是。依然，法院认为说你这个已经形成对价关系。为什么？即便是政治现金但你已经承诺说你会为他做一件事情了，而且这件事情涉及到你的公务本身所以如果这个210万，民众党认为说很小柯文哲怎么可能收210万？真的是贬低了柯文哲，矮化了柯文哲。但对不起，法院认为是就算是0你对价关系成立也一样嘛对不对？会涉及到这个所谓的贪污或者是收贿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就说，这个重点已经不是在金额，这重点在说它的对价关系本身。所以这个210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理论上我们看到现在的证据出来，应该是比较属于事实可以采信的部分就是说，现在这个朱雅虎第一个已经坦诚了，第二个他坦诚的部分呢，就是有7个人头每一个人不约而同捐了30万同一天捐了30万给这个民众党所以7个人加起来210万。然后后来这个讯息就出来，就是说小沈小气。意思说，我可能承诺你500，但对不起，我之后还只给你210，但你210收的应该也要偷笑了。为什么？至少我给你然后谢谢560，就谢谢这个所谓金华城的560%。所以你光看这个讯息，其实问题超大了嘛。其实我说，如果朱亚虎聪明点，他少了最后几句话，他少了560，反而大家还有揣测的空间。但因为你写了560，就是对价形成了。那你给林文忠没有关系嘛？因为最后你的钱是进民众党，民众党主席是柯文哲，柯文哲直接在掌管这个所谓的金华城案的容积嘛，所以我就说真的已经不分这个，但是我讲一个重点是这样，我相信检方认为这不只是210了，为什么朱亚虎至今还是在收押禁见的原因？即便你坦诚就你可能坦诚只是这个冰山一角嘛，全部说实话，对嘛？因为他的意思是说，你应小薇这是按照逻辑推论你应小薇拿4700万。分为不同的基金会、不同的非营利组织，你总共拿4700万。你是一个台北市议员，你为了这个竞洽了3次市长，结果你说市长只有210，大家会觉得不没有，是我们现在知道朱亚虎承认只有210，因为有人私底下问我说，朱亚虎是不是又有讲某一些人，所以朱亚虎讲的东西可能不止210，所以这就我刚说的。
不，这就是我刚刚说嘛，就朱亚虎坦诚只是210，但210不一定是所有啊，对不对？我今天犯了10个罪行，我坦诚3个人，然后检方说我必要让你走了吗？不可能嘛，对不对？你其他7个还要被调查，你还要厘清其他7个有没有涉入其中啊。所以今天就算是210，但检方认为你是2100，那对不起，朱亚虎你就继续待着吧，待到检方去收到证据为止。所以我就说柯文哲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小看，大家不要小看最近的进展。就最近的进展已经确认了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对价关系是越来越明显啊。第二个呢是柯文哲确实有拿到威金集团的钱，无论是透过他个人，或者是民众党，或者是政治现金等等啊，这是第二个确认。第三个确认的是说，确实确实沈晶晶周边的人，包括朱雅虎在内，有直接跟李文忠、直接跟其他人在谈及这个所谓的金流跟金钱的事务。所以我们目前为止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去抓紧说柯文哲到底是不是有收去哪里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些迹象是越来越清楚，这扇门已经打开了。那打开这扇门，会不会有其他东西走出来？会不会有其他的资讯、其他的证据出来？我觉得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因为现在看起来，检方是所有的法宝进出，包括上礼拜5出现的就扣押土地的这一块，就直接断银根的概念往下走，包括现在看到昨天是所有相关管理是不是金华城这个案这些证人，反正全部都传出来这些。那后面是不是还会有要再约的？那包括刚刚讲到说朱雅虎跟李文忠的这一块，但任卷我看媒体上报道，朱雅虎跟李文忠抗告就是他们被收押的这件事情抗告嘛。看起来好了，对，抗告是权利，他一定会这样提。只是抗告与否这些，那对于这整个案子，你觉得往下进展，他们抗告与否对这件事情发展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吗？因为两个提抗告的状况有点不太一样啊，因为这个李文忠是完全不认罪嘛，啊，他也完全不承认，所以他抗告，我觉得大家都还理解吧。但朱雅虎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朱雅虎他是坦诚上面的犯行，没有，他就讲我都坦诚了，你还压我干什么？对啊，那问题就回来了，因为当时检方的是讲说因为你这个什么妻儿都在海外了所以你很有可能会有这个潜逃。可是还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案子还在调查当中，是不是有潜藏的所谓的被告的这些存在，基本上还必须要勾算，所以他就有一个叫做串证的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事实上。到底朱雅虎跟检方承认的到底哪一些东西？老实说，因为政治现金的那一个说7个人各30万的那一块，你要真的去跟金华城做连结吗？他唯一能连结就是当时民众党口中那个已经解散的竞选总部，他们就是好吧，那就是政治现金的那一块嘛，顶多就是罚钱啊，反正他们就补正啊，反正到现在也不知道补正到哪里去了，也不知道，但所有东西都被压，所以大家也没办法补正但我觉得对于金华城的这件事情上面来讲我觉得检方还是必须要去说服的是，即使图利的这件事情大家多数认为说好，你应该有我还是用应该这2个字啦但是问题是能不能跟柯文哲直接的连上那一个，就是由柯文哲做了 final 的拍板。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要被讨论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在提，就是说民众党在这一段阶段里面一直爽说我们都是按照正常的方式你今天我们就是尊重下面的专业，你们都不专业，所以没讲。那我就讲就是说当时有参加开会的这么多人，不管他赞成或不赞成，都很多人陆陆续续都有，因为中间有被换掉嘛那有出来面对的或者出来讲的，都是告诉你我反对，对，不 OK。就民众党其实不需要花那么多精神去跟人家讲，你在写小说，你在幻想，你在做梦，你在这不需要嘛？你就只要找到当时那个会议里面，只要有1、2个专家说，有什么错？我们当时开会就是这样决定的。我们做的会议结论就是这样，我们请柯市长尊重我们。你觉得谁会出来？现在谁会出来？你要帮检方锁定人的话，你就把这人找出来。不是很难吗？不是，我要去找。其实很容易找到这样的人。是啊，因为那个发言记录。对不起，有发言记录吗？很难。对不起，我讲很难。为什么我跟你说？因为后来就是因为当时彭胜生也接受一些指示之后嘛，对不对？那当时都委会的就是针对这个容积率的召集，不是彭胜生，但是召集人就一直压过其他的讨论，说这没有问题这个我后来去查，这没有问题，大家相信我。所以因此其实也没有其他的学者直接公开讲说，这个很好，我支持柯文哲做这件事是对的。反而当时会都是主席来说没有关系，大家听我的，这是 OK 的。请问一下，这个过程没有会议记录吗？有会议记录啊，没有个人发言的一些记录吗？所以就是可以看得很清楚，说其他的委员几乎没说什么话。对，因为一开始很多反对委员嘛，后来就被换掉。那被换掉之后，新的委员来就比较不愿意发言了。
哦，对 ，OK， 好，所以刚刚一翔那一段，其实是我在表达的那个，就是说，你今天要找到反对的人很容易，但是你觉得找不到支持的时候，说对啊，我们就是专业啊，我们就是拿那个不管你24条、25条哪一条，我们都是据此我们核给他的。其实他没有，所以你就会发现到民众党在这整个事件上面，他有点孤掌难鸣。他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用他的论述去说服大家。OK， 而几个会在台面上只有讲的这一些，通通都是好。那我回来看哦，就说当朱亚虎跟这个李文忠现在正式提了抗告嘛，哦，那抗告我觉得这件事情，老实讲，我觉得他们两个的线跟柯文哲又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毕竟李文忠在一开始的时候被锁定的这件事情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啊，一开始他就进来。OK， 朱亚虎还是处于的后段哦，所以我就讲，就是说两个最上层的结构，沈庆金。老实讲啊，当朱亚虎的这个认罪有没有上纲到沈庆金的这一段？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媒体在这上面去作为报道，更何况是柯文哲呢？好，现在看起来，其实那时候在查的时候，有人讲说这一次台北市议会恐怕除了这几个案子以外，因为还有包括什么第一雨果市场啦，那时候大家同时进行的还有包括北士科、南港 BOT、南港 BOT 这几个案都在往下走。那如果讲到说，这过程当中有没有财团政治现金或什么？元之，淑慧有提说，包括刚刚讲北士科那些，对，也跟有没有财团政治现金之间，他会有一些疑问吗？早上的时候，淑慧是有参加一个直播啦，他是有讲到类似的啦，他是说好像有人提醒他，在这个北士科刚通过的时候，好前后啦，也有大量的政治现金进来，对，那大概他只有讲到这样子而已啦，所以他是实际上在直播上就是说，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但我想淑慧会这样子讲，应该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啦，就他不会，还是他后面要再慢慢再丢吗？这个我就不清楚，但我觉得他应该讲这个应该是有所本的，不太可能无缘故冒出这样的一句话。OK， 然后那个模式可能也许也不是就是用企业方式去捐啊，也许是用个别的方式，也许也是用个别的方式，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蛮麻烦的。为什么？因为柯文哲实际上现在有很多案子被调查，大家记不记得之前什么北检还成立一个端股，有没有？就是不同的检察官查不同的案子，有的查金华城，有的查北士科，有的查政治现金、台智光，还有果菜市场。对。然后因为个别呢想要交换一些情报或资讯，所以就在成立一个云端的端股，大家可以分享资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大家每一个都要这样子要去查啦，对不对？像北士科最近是也是被送检调嘛。那时候台北市的调查小组出来之后，虽然张志刚讲说，看起来是有行政的问题，但是也是有疑据嘛。那另外就是果菜市场，当时也被大家觉得非常奇怪，就是你减价发包，为什么会把主体都减项了？正常来讲，你应该是主体不能减项，主体要盖啊，就最重要的减项发包，然后逼的你一定要跟原本的厂商去续约，那原本厂商就是沈庆金的公司，然后北士科、星光，另外南港转运站也是星光，感觉上好像绕来绕去，柯文哲跟这两家企业都特别的好 ，OK， 然后里面都有被质疑到一些大家觉得怪怪的地方。那你现在如果被查，真的这些案子在通过的时候做决策前后都有证件进去，那很容易又会被人家讲到有对价关系。那另外就是大家最近也发现说，金华城好像跟星光也有关系，为什么？因为金华城它的连带的银行这个。就是由星光来主办，那大家也担心说，那星光你是挺金华城吗？还是说实际上你是有把关的哈？那因为你也是要为你的小股东负责嘛，尤其是现在星光还在搞那个新兴币，那所以星光最近是有解释啊，他是有讲说，这个担保品没问题的，而且担保品100块，他们只借他48块，而且他们是土地融资，所以最后会跟那个到时候盖几层没有什么关系。那所以我是这样觉得，就是说，因为最近我看到很多民进党他们在攻击蒋万安嘛。就是说，蒋万安你只要没有停工的话，你就是不对。可是实际上我认为蒋市府现在的做法已经有兼顾了，一方面就是没有叫他停工，然后免得以后可以打官司，但另外一方面，因为蒋万安的意思是，反正我就不给施工勘验，到时候你没有做施工勘验，我就不给你使照。OK， 所以实际上也有，最后他还是没有办法有这不法获利。那这样做法，我觉得是保护了公务人员，然后不至于说有官司的风险，同时也让这个犯罪行为不至于发生。因为台北市法务局是讲说，如果等到他们目前这样做，等到起诉以后，是不是要再去做调整？那起诉不起诉，当然会有某种不一样的一些程度，只是
停工的这个问题，在台北市议会跟那个市长之间，好像已经搞得很兵戎相见。但我讲，其实也没有这么复杂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市议会我们在今天其实就有这个提案的一个审查了。然后其实你去看里面，包括有20几个人同意说要尽快就是停工，其实里面有8、9个都是国民党的议员，所以其实这也不是说好像民进党在要求蒋万不愿意等等。其实我觉得台北市议会大家都觉得说，这确实的问题太大了，而且那有重大危事，不要到时候变成一个烂尾楼之类的。其实市议会我们在今天其实就有这个提案的一个审查了。然后其实你去看里面，包括有20几个人同意说要尽快就是停工，其实里面有8、9个都是国民党的议员，所以其实这也不是说好像民进党在要求蒋万不愿意等等。其实我觉得台北市议会大家都觉得说，这确实的问题太大了，而且那有重大危事，不要到时候变成一个烂尾楼之类的。所以因此尽量市府其实如果可以的话，如果按照我们法律程序的话，能尽快停工就先去停工啦。等这件事情稍微确认清楚它的法律程序是什么，确认清楚到底它的这个扣押要扣押多久，确认清楚最终它的这个容积率是不是适法之后，那你再做一个复工，其实也都不会太迟了。OK， 林凤，政治现金这件事情，大家会把所有的政经都爬出嘛？就看说到底，其实每个阵营，包括大家对于各个阵营之间的政治现金，如果有质疑的话，其实这个机会让大家都知道说到底有什么状况都 OK。可是有媒体，我看有媒体在讲说，包括柯文哲的政治现金啊，说他很快就收到1.2亿啊什么，那很快收到，表示他支持度好啊，然后愿意捐的人多啊，这有什么问题？对啊，可是得票率最少啊，不晓得人家支持不行吗？那不见得所以就很奇怪啊，拿选举赚钱吗？没有，这个就是大家统计的2024年，这个候选人个人跟匿名捐赠的累计金额啊。匿名捐赠。然后我们看到绿线是赖清德就比较正常嘛，它就是一条慢慢往上的曲线。当然就是说，你选举越热的时候，后面的需要的这个捐款就会比较多嘛。可是，然后蓝的呢是也算正常一点啊，但是它就是很平。那可能就是侯友宜的选情，大家也不怎么看好。然后他从一开始有略微上升，但是他就是呈现一种平的状态。那显然就是说他的捐款到后面也没有很好啦，所以说他的选情也不小。可是莫名其妙就是这个柯文哲民调。我们外面的民调，正常民调不是求真民调，做的都是第3名。可是他的捐款又特别的好，譬如说他一开始就跑到了1.2亿这样的高度，然后就维持一个持平的之后呢，在这个11月底的时候就突然往上升，所以大家讲说，那时候不是有讨论说他在最后的3个月收了1.8亿吗？所以他的这个曲线呢，就是跟大家是完全不同的。那你其实这个曲线，你就可以显示说，这个整个譬如说赖清德，他这样可能前一段比较不好的是，大家还在观察说会不会蓝白合，所以他的这个捐款的程度可能就反映这个选举的现实。到了11月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的线就开始突然往上走了，就蓝白不合了，所以他的看好度就好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汇款、这个捐款跟这个所谓的大家的捐款，就是大家也会有一些也有关系。那再来就是这个柯文哲的现金呢特别多哈，这你看有2条红线嘛，一条是在上面，一条在下面。那下面汇款的呢，它这个就是跟他的选情是比较类似的，就是他一直都是第3名，所以他的汇款的部分，捐款部分呢，就是这个蓝的，绿的下面就是蓝的下面就是这个柯文哲的这一条嘛。那你照说，如果你的选情是第3名的话，你的捐款的程度应该是第3，就是所谓的第3这样。但是他现金的部分呢，就突然就是这个突飞猛进，高过其他的人的这个所谓的汇款跟这个所谓票据的收入啊，所以大家就对他这个。
为什么检方要查他这么多的政治现金？因为他的政治现金也是一个案呐，因为他也是这个案，因为这个从这个他现在金华城这个案也是从政治现金衍生过来的，所以大家也是关注他的政治现金的这样，跟大家都长得非常的不一样。有非常的怪异啊，就是所以说大家会怀疑说，你为什么我政治现金也要查一查？照说我只要查金华城的就好了。可是你现在呢，你发现你政治现金每次流入的模式其实是都一样的，包括2020年开始，2021、2022年也有类似的，包括今年。也是有那种9999那一种的啊，所以说你的这个东西就是违反政治现金法，这也是要查政治现金部分的那个结账案的部分，也是在查的部分。OK， 将军，请问一下，除了在上礼拜看到小草有在土城那个附近要声援阿贝啊这些，接下来是在10月10号吗？10月10号，他们要再度集结。10月10号，但是那个口号是有不一样吗？其实是因为上次在土城集结那一次哈。可能那个口号立得不够漂亮，比较狭隘一点，所以来了不到200人，还被四叉猫笑嘛，所以这一次他就把那个整个口号包牌，什么都包，可是又被四叉猫抓出来了。四叉猫说什么？他说关于民众党和反废死，这是第一个，他们第一次抛出来的，对，抛出来在6号吧，6号抛出来的，说包含了司法正义、反对废死。其实还有很多主题啦，包含了什么反电价上涨啊，反正很多，反正总归来讲就是对执政党不满的，你都可以来。后来因为被四叉猫说，你们怎么搞的？过2天10月8号，反废死不见了，只剩下司法正义，所以为什么？后来因为大概查了一下，黄国昌其实是主张废死的啦，因为这在那个媒体人黄志贤说，他一跟我站在对立面啊。我要求反废死，他就是主张废死。那现在怎么突然间为了阿北，这个整个主张都改了，所以就只剩下了一个所谓的为司法正义。那可是他的位置选得非常非常关键，在西门捷运站的6号出口。那个6号出口，我不知道台北人熟不熟，我们常常去那个地方，不要办集会，你遇到了假日，人都很多，那塞满了，人一定就会很多了。那个就是一个。主要的西门町的吞吐口 ，OK， 你不要办任何集会，你就算拿一把吉他往那边一站，那也是一群人围在那边。为什么？就那么多人潮，所以说他这次选在那个位置，西门町捷运站，西门的6号捷运站，不用担心，随便上面统计一下，这2-3千人跑不掉，随便2-3千，不用揪，那边就有那么多人。可是他有一个风险哦，因为他在这个位置，他说。现在只要把人吹出来，只要吹出人来就成功了。为什么？这一次是黄国昌跳出来揪的哦，上一次是什么钢铁小草联盟嘛，所以那跟黄国昌无关。OK， 这次是黄国昌跳出来揪的，如果没有揪出几千人来，这丢脸啊！所以我说黄国昌他找了一个最容易揪人的地方，西门6号出口，那里人一定很多，可是有风险哦。来的人这么多，不是每个人都是你的粉丝哦。有的人是在那个地方过马路就常常背着，不止路过，就有人路过，搞不好会有意见。有人路过，有些拿着不同的国旗哦。我在那边看过那个红底的5颗星的旗在那边跑来跑去哦，也看过那个法轮功走来走去哦。那么多个人在那个地方汇集，如果有人不挺阿北嘞，会不会有风险？所以我才说你要减这个所谓的现成的人流，你就要有风险的预防，因为如果来的人。有几个人是不喜欢你的 ，OK， 在那里给你比个到站，或是稍微这个虚造一些惊恐，你都要扛得住。所以我才说，民众党如果真的要挺柯文哲，就光明正大的挺，直接告诉你为什么挺柯文哲，你挺柯文哲的正义点在哪里 ，OK， 否则你用蹭的，你用减现成的人流，那可能。正面的效果没有，会产生反效果。OK， 好，那除了这个，你说金华城这个案子，然后包括柯文哲主席这整件事情，未来会发展到什么样一些程度？可是对于国内来讲，因为明天就是10月10号国庆日 ，OK， 那在国庆日，赖清德总统一定会再发表一些的演说。可是从国庆晚会那时候一个祖国论一直到现在。
你想这整个包括祖国认这件事情，国台办终于说话了。大家一直在讲，这国台办为什么没有讲话？有，他终于说话了。所以这几件事情对于未来来讲，包括两岸之间的这些，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影响？我讲国台办是宕机宕了3天了哈，最近才重开一下，然后重新思考一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们听到赖清德在10月5号晚上这个大巨蛋的论述，他不知道怎么回应啊，因为这个赖总统也没有错啊，赖清德说的全部都是事实根据啊。第一个，你中华民国是存在的；第二个，你中华民国比你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更悠久嘛，谁去争论这个事实？对不对？中华民国1911年，你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那谁是祖国？当然我们是祖国嘛。所以这个概念我觉得是很清楚了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说很多这个包括统派也好，包括这个国台办也好，他简直不知道如何以对啊，因为你去批评他说台独好像也没有啊。所以这个部分，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国民党似乎也宕机宕了几天因为国民党其实内部有纷纷扰扰不同的声音出来嘛。一开始有国民党一直在批评说你讲这个到底是在说什么，对不对？我们祖国是这个中国啊，等等等等。结果后来我看到韩国瑜我觉得出来，我觉得展现了一个高度啊。他就讲说，其实他当时说跟赖清德说你讲得很好，因为你提到中华民国113年生日快乐，所以我觉得大家会期待说，我们政治至少在国家认同方面，大家是尽量往中间走，而不是往两边靠啊。那我觉得无论是这个赖清德总统他本人提到第一句话，这个中华民国113年生日快乐，知道第二句话这个韩国瑜院长率领团队大家都辛苦了。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无论在国家认同，无论在政治议题上，大家尽量往中间靠拢，展现一个领导的高度跟风度在嘛哈。那我觉得相对而言，国民党也不要每天都急着找毛病就好像说赖清德讲什么就一定是错的。你看看韩国瑜院长，他也愿意展现一个高度出来，说对啊，当时他讲得很好啊，对不对？那我看现在也有不同国民党人出来讲说，他讲的这个好像跟我们的认同也是有一点类似，有一点接近了嘛。那当然了，我必须说了，在于中华民国这个概念，这个不是一个死邦邦的，其实它是一个有思绪脉络的，也是有一个依着我们不同的年代一直持续的进化，来反映着我们国家的主权。赖清德讲什么就一定是错的。你看看韩国瑜院长，他也愿意展现一个高度出来，说对啊，当时他讲得很好啊，对不对？那我看现在也有不同国民党人出来讲说，他讲的这个好像跟我们的认同也是有一点类似，有一点接近了嘛。那当然了，我必须说了，在于中华民国这个概念，这个不是一个死邦邦的，其实它是一个有思绪脉络的，也是有一个依着我们不同的年代一直持续的进化，来反映着我们国家的主权。包括我举个例子，中华民国确实1911年成立的时候是整个大中国嘛，对不对？但1949年的时候，这个中华民国政府来到台湾来，那我们的有效的所谓的统治权其实就只有台澎金马嘛。那直到1996年，我们进行了第一次的这个所谓的总统大选，也就是说我们把主权还给人民了。所以就中华民国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一个历史脉络在。那我觉得就是无论是中华民国派，无论是台湾派，无论是中华民国台湾派，大家都应该团结在一起，反而是看见我们国家的一些成就，看我们国家最近在国际舞台上得到的一些声望。那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国庆日最重要的精神跟核心啊。OK。来，元之，我看还有一些人来，你朋友是除了对那个祖国人，意思是说你有必要一定要在那个场合里面讲这些东西吗？不是内容单纯内容问题，是说时机的一些问题或场合的问题。我还有听到蓝营的朋友，因为明天是国庆，还担心的是国庆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样一些惊人率，蓝营会担心这事吗？有些人有担心，但是我讲一下，蓝营并没有完全肯定赖清德啦哈。像那天我也有去参加那国庆嘛哈，是因为我们抱着欢欣鼓舞庆祝中华民国生日的那种心情去的。所以赖清德讲出他一开始讲说中华民国113年生日快乐的时候，我说不错哦，终于承认中华民国是113岁的，这跟蔡英文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蔡总统过去比较不认同，就是中华民国曾经有在中国大陆38年这段历史，他比较认为中华民国只有75年。那我那时候只是想说，赖总统不错，也不太一样。那既然这样，就不要去中化嘛，就是说过去的历史你还是承认嘛，只是说未来怎么样，大家尊重彼此认同，但是不需要去中化去到这种地步，搞到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都以为国父孙中山是台湾人的，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以为是这样，所以去中化去得太彻底了嘛。
所以OK， 那我们可以尊重过去那段历史，好，那时候我也蛮肯定他。但是后来讲到那个祖国论，那时候其实我有在想说他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我的想法跟韩国瑜一样，因为韩国瑜不是完全肯定，韩国瑜昨天还专门接受了一个广播的访问。这绝对是刻意的。当然，为什么？因为从去年到现在，我没有看过韩国瑜受访啊。好像只有一次是那时候他去拜访民众党党团的时候，那时候要选院长，有一次跟民众党一起受访。此外包括他去年来帮我助选的时候，那时候我想要受访，我说那我们可以受访，我说好，然后我讲完之后，我说换那时候还不是院长嘛，我说换市长，谢谢就走了，他完全不受访的。结果昨天居然接受广播访问，是特别安排的。那为什么特别安排？就是因为有一个媒体人说会读唇语啊，读到说韩院长的嘴巴在动，那个嘴型很像在跟赖清德说你说得好。那韩院长他总不可能发脸书反驳嘛，所以那就很自然的接受了一个那个王浅秋他以前的新闻局长的一个广播的访问，然后就说对他觉得很棒，因为那个赖清德总统称赞中华民国生日快乐，但后面那段就很烧脑哈，祖国论很烧脑。烧脑这个字用的实在是太有智慧了，你知道吗？就是说讲的粗俗一点，是说到底在讲什么？我觉得这个很容易懂的概念。其实我一直不懂为什么国民党听不懂这个论述啊。大家讲的中华民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悠久，难道这不是事实？没有，因为大家讲的祖国不是什么中华民国，不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般讲的祖国是说祖先的国家，大家讲的是5000年的历史中国，就是皇帝大战蚩尤之后的唐虞夏商周秦汉三国。我觉得这个太不实际了。南北隋唐五代中原。因为这是中国的概念，那个是中国的概念，所以你的祖国中国讲的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嘛，是讲那5000年的中国，一般讲的是这样嘛。对，我觉得那是你的诠释啊，但是我觉得不是每个人的诠释是这样。因为那个赖总统的诠释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当下我们那时候还面面相觑，这时候龙介先呢果然是高人啊，拿出个手机。他说：“我知道赖总统讲谁，立刻点出阿给拉的影片，他说就是阿给拉哦。那我那时候看到阿给拉在个抖音讲说，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祖国75周年生日快乐哦，原来在骂阿给拉啊。那时候我们在想说，阿给拉也没来呀，你要骂你去对他骂，你跟我们讲干嘛？所以真的当天是真的有点怪怪。那至于说小五哥你刚刚讲蓝营有担心他明天，因为对确实为什么？因为我发现现在民进党现在营造一个氛围啦，那个氛围就是说。”明天国庆日典礼，不管赖总统讲什么，中共已经有反应，很和平的讲话也好呢，很激烈讲话也好，中共已经准备好了啦，他准备要做那个联合利剑兵的军演。国安人员还透露呢，可能会发射中程的导弹。那是郭正亮讲的，那个不是其他人讲的。国安人员不是绿营讲的，那是郭正亮讲的，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但是郭正亮来讲说要引起中国的一些反应啊等等。但是国安人员讲说可能会有联合利剑 B， 这是国安人员讲的。然后昨天呢早上的时候，国防部忽然发布了一个公告说，10月10日呢，西昌卫星中心就是中国要发射火箭，而且会经过我们的 ADSIZ。就感觉营造就很恐怖，你知道吗？那实际上真的也不见得有那么恐怖。为什么？因为中国的卫星啊，今年啊大概要发100枚。OK， 10月10号可能是67枚。那国防部为什么没有每次都发？你有发67次吗？没有啊。国防部有一次人家发火箭，把人家讲成发飞弹，就是去年选举的时候发那个细胞简讯。为什么？因为要营造芒果干啊，对不对？要反中啊，要投民进党啊。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操作是不是实际上是铺陈说明天赖总统有可能会讲激烈的哦？那但是中共有反应，跟我们无关哦。我们讲很和平、很激烈，他都是有反应。所以是不是有人担心说这是一套精心设计的剧本？我跟你说，这不可能哦。现在科幻小说这4个字被民众党用烂了，所以我不讲。但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回应一下原则啊，因为其实切2块啊。国安人员确实有做一些不具名的一些分享，是说中国确实有在进行一些军事上的准备了哈。那这个不是说赖清德就是说一定要这个讲什么或不讲什么，不是这重点是国人大概要准备了。说中国无论是赖清德说什么，他都会有一些反应，因为这跟过去大家都是一样了，就是说中国过去对于蔡英文重大讲话，其实他也会有一些反应了哈。但第二个部分就郭正亮讲，这个不是任何人会背书的 ，OK？ 郭正亮说是刻意赖清德要刻意制造一些两岸的气氛等等，这是郭正亮的个人揣测，不代表任何人除了他自己哈。那我认为说理性
性的人也大概知道这是不太可能的情境了。OK， 现在看起来的话，那未来这整件明天就是国庆嘛，明天国庆赖清德总统到底会发表什么演说？那到了明天就知道。可是这一个所谓的祖国论引起这么大一些的讨论，那在讨论过程，后续很简单，可不可以回应一件事？因为认同与否，尤其国家认同在台湾长期以来都是有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可是这个会连带包括最近做一些民调，包括如果两岸真的有纷争的话，谁愿意要上战场打仗不打仗这些，它都会融合在这个里头。那接下来怎么办？那就因为这个祖国论会有这么大一些的影响吗？其实我祖国论那天我也在现场我听的我当场是傻眼。我讲说民党真的同意那边75岁以上的人都要喊我们祖国吗？民党人真的同意这件事情吗？我当晚看到的时候，我在想说。你赖清德怎么会在讽刺而已嘛？不是，是祖国在中国的网上消失2天啊，这就是效果啊。但问题是说，你一个总统的高度，你在这个地方场合去骂人，去吃人家豆腐，我觉得合适吗？明天就是国庆嘛，明天国庆赖清德总统到底会发表什么演说？那到了明天就知道。可是这一个所谓的祖国论引起这么大一些的讨论，那在讨论过程，后续很简单，可不可以回应一件事？因为认同与否，尤其国家认同在台湾长期以来都是有这样的一些的问题。可是这个会连带包括最近做一些民调，包括如果两岸真的有纷争的话，谁愿意要上战场打仗不打仗这些，它都会融合在这个里头。那接下来怎么办？那就因为这个祖国论会有这么大一些的影响吗？其实我祖国论那天我也在现场我听的我当场是傻眼。我讲说民党真的同意那边75岁以上的人都要喊我们祖国吗？民党人真的同意这件事情吗？我当晚看到的时候，我在想说。你赖清德怎么会在讽刺而已嘛？不是，是祖国在中国的网上消失2天啊，这就是效果啊。但问题是说，你一个总统的高度，你在这个地方场合去骂人，去吃人家豆腐，我觉得合适吗？就是说英国人会讲说我是美国的祖国啊，没有人这样干的，而且说那个让我感觉是什么？就说你赖清德的两岸论述你没有想清楚啦，随口就来啦。你知道吗？你如果说你那个是脱稿，那为什么中共会说他是我们的祖国？他凭什么说我们是他的祖国？不是，那是少部分人说他是祖国，也没有说中国也没有要你说台湾有啊，中国说台湾回到我们祖国怀抱，对不对？爱讲啊，艺人都被迫什么回归祖国？问题是你就要跟中共一样吗？赖清德是习近平吗？不是，我们要建立自己的国家认同，我们要建立有别于中国人民共和国国家认同。你现在赖清德讲说，你们75岁以上要认同我是你的祖国哦。没有，这是民党的论述吗？他的意思只是说你把中国逻辑民党现在很多人都觉得赖清德好棒棒，这套论述民党会继续用下去吗？这几天过后，民党就不会没有人用这套论述了。两岸论述所以你们担心什么？两岸论述不能够一下不行啊！两岸论述不能够不是总统的高度不可以这样玩。今天这个话，如果是议员在讲这个话，我觉得我可以拍拍手，我可以拍拍手。但是如果赖清德的高度是把两岸政策这件事情拿来当做这么儿戏，说我吃你个豆腐我就爽，尤其在国庆这么严肃的时候，我觉得非常不恰当。他今天如果是脱稿，是他不恰当。如果他这是照稿念，那更糟。民党幕僚居然写出这种程度的稿，这个不是儿戏，也不是脱稿，其实事实上是怎样了？就是赖清德要第一个，我先讲嘛，你同意民党这个论述是民党的论述吗？我同意说赖清德总统代表我们国家立场，也代表民进党立场。我同意民党将来没有，我讲的非常清楚，我没有办法去决定民进党未来用什么论述，但我说赖清德在现阶段绝对担任总统是代表我们国家，强调互不隶属的概念。没有，我只讲一个概念。我跟你讲，他讲互不隶属，我完全可以同意。我完全会接受，因为这是他们的共识。口语化，但是问题是，你在这地方只是要吃豆腐。OK， 我觉得不是我讲一下，就这不是吃豆腐啊，其实原则上是这样，就是吃豆腐。让我讲完吧。第一个，你去颠覆中共的想象嘛，因为中共就是说中华民国就是他的一部分嘛，对不对？他认为说中华民国你每一个人最好就叫我祖国嘛。那赖清德说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历史脉络逻辑上就是不合理啊。第二件事情就强调什么东西？强调说我们国家是自己的嘛，中华民国就是主权独立国家嘛，113年历史嘛，我们历史比你悠久嘛，怎么样嘛？我都同意。对啊，那你就说，那背后赖清德的说辞就是这样。用那种嬉笑的方式去处理是很不恰当的。短暂回应一下。
没有，我觉得他讲话基本上逻辑上都没有错，但是戳中了蓝营跟红色的一些这个心结。这个心结就是说他们要变也变不出来，因为他讲的都对啊。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75年，中华民国就是113年，所以我们今年才庆祝113年国庆啊。那如果说我们要有什么心结？我就要我什么心结？对你们没有像酸就是那种心结，我就爽，你知道吗？像后置就是说，我被酸了一下这样的心结啊。不是，所以我没有被酸，好不好？不是，那治好中国在他们的网络上面封锁了2天的祖国的用词，所以这显然就说我只是总统为了2天。没有，去在那种场合讲这种话，他们是为了这个，这是后续研发的效果。这只是后面的效果。谁知道中国被封锁？我那个心态是不可取，我说不对，我说心态不可取啊。我就是说你大陆一直吃我们豆腐，说你是我们的祖国，然后呢，现在好碰到一个赖清德，他也不会跟你讲过去的两岸关系的常理啦，那稿子也不是两岸的人写的啦，好啦。然后就像过去都讲爱魂条约的时候，那也不会是两岸人会讲爱魂条约嘛。所以说，我觉得只是我觉得说你应该去唱国歌啦，对不对？就那些对面那些人就不会那么气了啦，对不对？就是这样子而已。好，这件事情呢，在明天赖清德总统在国庆的时候，会发表什么一些演说，显然也成为大家关注一个焦点。但是在国际局势上面来讲，任俊是以色列是真的是打顺手了吗？现在变成是真主党说大家要不要谈？要不要谈和？为什么要？可是以色列他胜过调预备师，直接进军呢？因为现在是传出来讲说，以色列的国防军他已经讲，就是说他的这个146预备师已经在7号的时候对黎巴嫩的南部西侧展开地面行动。那地面行动基本上就是，那我就是进入到你的这个地方嘛。那看起来就是所谓的近距离的这样的一个交战啊。那这个也是首次说对这个黎巴嫩这个进行所谓地面行动。那现在看起来的说，有可能在黎巴嫩境内这个以色列的士兵总数可能已经超过15000人了啊。那我觉得，因为以色列在这一段时间，事实上它蛮多面的在对付的啦，包含伊朗包含到之前我们提到说对也门的这个胡塞组织它都动。那如果他对于黎巴嫩的这个东西有进展的时候，我觉得接下来就会考验像伊朗过去的态度。你那时候打飞弹或者去打这个火箭，到底是就是基于道义上对于这个黎巴嫩大家支持一下那后来就没有后续了嘛还是你实质上会有更大的一个状况？那这个当然我就觉得也考验美国啦那为什么讲说以色列的这个态度很强硬？是因为他的总理纳坦雅胡他直接讲，就是说黎巴嫩会像加沙一样去面临所谓的毁灭。那一般国际上面就是说你嘴巴上面讲就像刚刚讲说吃豆腐或不吃豆腐的这种东西就是大家还是能够分辨什么样叫做麻婆豆腐，这就是问题了。就你辣椒要加到多辣嘛就你如果加朝天椒、魔鬼椒，就是准备给人家那个吃下去之后就痛苦的那种，就麻烦了所以纳坦雅胡的身份，因为在过去他曾经有讲过，就是真主党的那些所谓的领袖级的人物，就算他死亡，也没有办法阻止后续会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开始调动所谓的部队进来的话，会不会就是说，那你黎巴嫩，你接下来要怎么样去作为这个因应总理纳坦雅胡他直接讲，就是说黎巴嫩会像加沙一样去面临所谓的毁灭。那一般国际上面就是说你嘴巴上面讲就像刚刚讲说吃豆腐或不吃豆腐的这种东西就是大家还是能够分辨什么样叫做麻婆豆腐。这就是问题了。就你辣椒要加到多辣嘛就你如果加朝天椒、魔鬼椒，就是准备给人家那个吃下去之后就痛苦的那种，就麻烦了所以纳坦雅胡的身份，因为在过去他曾经有讲过，就是真主党的那些所谓的领袖级的人物，就算他死亡，也没有办法阻止后续会发生的事情。所以现在开始调动所谓的部队进来的话，会不会就是说，那你黎巴嫩，你接下来要怎么样去作为这个因应那对于黎巴嫩来讲，确实现在有点尴尬。为什么？因为之前的那个所谓的爆炸啦，跟这个轰炸的这个行动现在是传出来讲说，因为以色列其实你看他调动所谓的这个以色列的这个预备师的士兵嘛，但没有看到的事实上是现在传出来讲说，黎巴嫩现在还很多地方
是被无人机不断的攻击，所以包含到上次讲到那个神秘的地下道啊，说被炸了之后，那据传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攻击都还在持续，所以它那个地下坑道又非常深。我印象中那时候讲25公尺深嘛，那你也没办法深入到地底下里面去确认到底里面的状态是怎样啊？那已经经过这么多天，即使他存活在里面，老实讲，我觉得也很难啊，或者是他其实就隐秘行踪。不告诉你是怎样，但现在传出来讲说，真主党的这个后勤的指挥官也被以色列进行了暗杀。那这个画面上面这个叫做侯赛尼啊，那他基本上掌管的就是整个这个伊朗的这个所谓的军火运送啊、飞弹研发还有预算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现在会回来看，就是说。对于真主党来讲因为老实讲，宗教的这种东西你有时候很难用政治上面去跟他做判断。那他现在就传出来，因为他的什么一把手那些。感觉上，据传是说都有预习啦，预习什么？那所以他那个把手现在也讲说，他支持所谓的黎巴嫩跟这个以色列来希望能够达成停火协议。那我刚刚讲美国的角色很重要美国现在是讲说他明着是支持以色列，所以以色列的行动要怎么做？老实讲，美国看起来不会太明白的阻止，只是戏怎么演但是美国也讲了一个，他说希望黎巴嫩跟以色列的部分能够透过外交的这个手段跟途径来解决现在的纷争。好，因为所有的纷争都会跟美国这次即将要进行的大选，大概都会环环相扣，到底未来会怎么样？但将军，南北韩金小胖又说话了，他这次是要切断所有的连接的到那个铁路吗？他为什么要做这样？铁路、公路都切断，全部都切断。意思就我跟你残伯高、最伯老什么关系都没有，一刀两断。回到对峙的时候，这其实这段时间不管是中国还是北韩，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因为大家知道南韩有一段时间南北韩好像走得蛮近的，然后还一起跨过了38度线还变成一个历史时刻。那但是看来这个状况慢慢的远走了，因为金小胖的影响力。在西方世界觉得并没有那么厉害，不是他降低了他的影响力，是因为俄罗斯跟中国不断的在升高他的影响力，所以金小胖当然要跳出来表达一些什么，就是好，你们看我没有，对不对？我就把南北韩切断，让他们紧张，让你们知道我金小胖不是好惹的，所以他就做这件事，因为他飞弹也打过了嘛，然后狠话也讲完了，现在就是切断公路铁路。那但是上面这个这个是今年8月份。在台北展开了一个算是金融兵推我们台湾的一个金融研究院算是半官方的机构，跟美国捍卫民主基金会做了一个金融兵推。看来全世界都看出来了，就是习近平还有中国官方很讨厌赖清德，因为他们的做法就是说，透过哪些？透过经济胁迫，透过让你金融秩序大乱，透过了网络攻击、混合战，甚至透过了封锁。让你台湾的金融经济大幅的衰退，然后让赖清德就做这一届就好，下一次就不要连任。所以看来全世界都看出来了，中国很讨厌赖清德，习近平很讨厌赖清德，所以他们必须要做这么一个兵推。可这个兵推我回到96台海危机的时候。当中国越讨厌台湾哪一个总统的时候，那个总统得票率就会很高。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可能要纳入兵推来做。如果中国真的这么讨厌赖清德，那中国就抛出很多很喜欢赖清德的说法。对，他真的很讨厌。对，越讨厌他的票会越高。然后这边因为我们也知道中国对台湾长期不友善。很多人说，国庆日他这样搞怎么办呢？中国什么时候对台湾友善过？他的飞弹撤过吗？他的兵力裁过吗？从来没有过。所以台湾也效仿了美国，成立了所谓的一个创新单位，国防创新小组。对，创新小组就是研发新的革命性的这个创新的武器，包含了无人机的直管、反无人机的系统，还有水下无人舰艇等等，都会列入未来优先建军的项目。所以我才说，我们可以接受国际的建议，就是它会从金融封锁，但是我们自有的这个创新国防、创新的作战的工具还有战法。一刻都不能停，因为我说过，一个国家不可以一日没有战备跟敌情威胁。OK， 明天就是国庆日，那赖清德总统会发表什么样的演说呢？那对国际之间来讲的话，刚刚所提到的，不管是南北韩或是中东，未来发展会怎么样？可是我相信所有的目光焦点，大概应该还是会在明天，还是会讨论到对整个包括建华城这个案子，对国内的政坛会有什么一些影响，到底会怎么样？我们明天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妹妹，我们明天见。拜拜。